变态凶手专挑孕妇下手，偷妇将胎儿活生生取走。短短3天就有2名孕妇惨遭毒手，警方当即就下令封锁全城，必须严格排查每一个出城的人。而此时凶手小帅所在的公交车正在接受排查，幸运的是执勤警员根本不认识他。可就在车辆即将被放行之时，刑警队长及时出现，要求对公交车重新检查。小帅见情况不妙，趁人不注意悄悄溜下车，可在他逃走时正好被队长发现。李队员，别动！任凭队长怎么喊，小帅都头也不回地往前跑。一番拼命的追逐后，小帅明显体力不支，很快就被按在了路边的草堆里。当队长看清他的样貌，瞬间就确定他就是凶手。随后小帅被带回了审讯室，警员很确定他就是孕妇灭门惨案的凶手，可是却没有任何证据。半年前就是他们一起合伙将他的女友空空强奸，并设计将他关进监狱的。他刚一出狱，当时强奸空空的几人就相继出事，不仅怀孕的妻子被杀，就连本人也死状凄惨。由于案发现场没有提取到有效指纹，也没有找到小帅的其他犯罪证据，因此他们只能严刑逼供。警员一脚就将他踹翻在地，拿出绷带将他的4肢都牢牢捆住，随后又拿出一根特制的钢针，对准他的耳朵直直刺了进去。这还没完，随后他们又拿出图钉，全部撒在桌子上。还没等小帅反应过来，2人合力将他扛起，然后将小帅的头朝桌子摔去。此时小帅已经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而小帅也断定他们没有证据，所以不管队长怎么折磨，他都不为所动，企图装傻充愣就能蒙混过关。一怒之下，队长捡起地上的手枪，对准小帅的眼睛，逼着小帅承认自己就是杀人凶手。可这样的威胁他丝毫不惧，而是用一种死亡的眼神凝视着对方。忧心忡忡的女友空空从新闻里看到小帅被抓的消息，他决定为小帅做点什么。他先是烧掉了自己跟小帅唯一的合影，随后拿起一把水果刀，接着拨通了报警电话，然后挺着大肚子来到了卫生间，在没有任何止痛的情况下，忍着剧痛活生生剖开了自己的肚子，将腹中的胎儿取了出来，最后用仅剩的一口气将那把水果刀塞进了下水道。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帮助小帅脱罪。小帅是为了帮他报仇，才接连杀死几个侵犯他的人。很快小美的事情成功帮小帅洗清了嫌疑，案件引发了社会恐慌和负面舆论，因此厅长亲自来到警局询问案件进展，刚好看到了严刑逼供的现场。眼见小帅差点被活活打死，当即便将队长2人叫出审讯室。如果小帅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他们打死，那他们怎么向媒体交代？怕小帅出去乱说，厅长亲自来到审讯室安抚小帅情绪。最终在小帅表示不追究队长暴力执法的情况下，他才终于被无罪释放。队长始终都觉得这次的孕妇剖尸案并不简单，于是便给退休的警长通风报信，让他注意安全。为了防止小帅继续报复，队长决定让他彻底消失。可他来到医院才发现小帅已经带着女友空空逃走，于是他急忙就朝楼下奔跑，在楼下刚好碰到了逃走的2人。小帅见状一脚油门就扬长而去，队长立马驱车追赶，同时还给同事打去电话，让他在前方拦截，找时机将其射杀。等到小帅走到了半路，果然就遭到了警员的突然袭击，车子不受控地撞在了加油站柱子上。等警员上前打开车门查看时，小帅绕到身后一下就拍掉了他的手枪，2人很快便扭打在了一起。由于对方身强体壮，小帅很快被油枪管缠住脖子，眼看自己就要被活活勒死，小帅果断按下了油枪，瞬间喷得对方满脸都是。接着他捡起地上的枪，毫不犹豫地朝他扣动了扳机，同时也引燃了喷洒在身上的汽油。就这样不到10秒钟的时间，熊熊大火就将其活活烧死。眼看队长已经追了过来，他立马就朝荒野跑去。队长驾车直直冲了过去，结果连人带车差点撞在小帅身上。随后2人在荒野展开了追逐，队长拿出警棍朝小帅狂抡，直到队长累得气喘吁吁才终于停手。倒在地上的小帅看到前方有块铁片，他捡起铁皮冲着队长的脑袋直直抡了上去。就这样队长脑袋开花，当场毙命。第2天等退休的警长找到这里，看到车上的空空，他敢肯定小帅也在附近。为了将他引出来，警长竟对着车上的空空扣起扳机。听到枪声昏倒的小帅瞬间清醒，他强忍着剧痛站了起来，犹如一具行尸走肉朝着救护车走去。警长发现了他，毫不犹豫对着小帅连开数枪。此时小帅再也坚持不住，一下就倒在草丛里。然而就在队长上前补刀时，手枪却出现了卡壳。警長氣急敗壞，將手槍摔在地上，然後對着昏迷的小帥說道：我同你嘅仇恨就到此為止。如果你唔死嘅，就翻嚟揾我。很快，時間來到了5年後，警長搖身一變，成為了孤兒院的院長，而小帥也大難不死。他通過電視找到了警長的位置，然後剃光頭髮，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手槍，最後又看了一眼
被他葬在大海的空空，便杀气十足的来到了孤儿院。从这些孤儿的表现中不难看出，警长现在非常受人爱戴，并且把这些孩子都教得很有礼貌。看到小帅的那一瞬间，他非但没有慌张，反而彬彬有礼的请小帅坐下，并且还给他泡了一杯咖啡，然后恬不知耻的说道：“我已經咗你啦，我有為你祈禱嘅。”此话一出，顿时让小帅愤怒直飙升。他先是按住了对方的胳膊，然后拔出手枪扣动扳机，一枪崩掉了他手上那颗黑色星星纹身。然后第3枪、第4枪，枪枪命中要害。此时听到枪声的孩子们都来到了教堂，可小帅丝毫没有手软，当着孩子的面结果了这个禽兽。眼前的场景，孩子们都看傻了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，小孩顿时就如疯魔一般蹦起来勒住小帅，用铅笔猛戳向他的脖子。其他孩子们见状后全都蜂拥而上，此时任凭他身强马大也抵不过人多势众。小帅重重倒在了地上，